好，大家很关心这个潜舰啊，海鲲号、海鲲啊。那本来是想呢，军方本来想一次编组，把未来的几艘舰通通编起来。当时陈永康将军就说：“你先第一艘看看，好的话就继续编，如果不好的话就不需要那么急着用钱嘛。”啊，那这个海鲲舰呢，原来4月叫海测，要完成海测吧，至少要海测啊，11月要交舰了。因为海测，它现在路上然后呢在路上测，在港边测，在港里测，然后再到海里测，那海里是不一样的，因为海有浮起来，有沉下去的各种测嘛那结果呢，现在看起来显然4月海测到现在为止还没开始海测，还没有那这个会不会跳票？国防部就说呢。他说4月只是目标设定，那你怎么设的4月是目标？目标可以乱设吗？目标不能乱设的，目标设就表示你原来是有把握的，而且都还加上你那个就是那个多的这个余裕的时间要计算，比如加10%、20%万一要怎么样这修那里修或这边要调整，那结果到现在就都还没有下海啊，问题要在哪里？出了什么问题？那你11月交得了舰吗？你现在都还没有去海测到海里面问题更多了。你真的到海里面去的问题就一大堆那你11月能交得了舰吗？那海军是说我们要争取都不敢讲确定，现在都没有人敢讲确定。我们要争取在9月30号以前完成海测。本来是4月就要下海了，然后呢有这个4、5、6、7、8、9，大概有5个半到6个月的时间在海上测嘛。那你现在都还没下去海啊，你怎么在海上完成海测呢？换句话说，你原来的预期，你的这个预期的目标就是有问题的。当你这个有问题的时候，你一定会影响到下一个。海测是更困难的所以到底怎么样？我也相信他们是尽量努力。那顾立雄国防部长说他们正在加班。有些东西是加班能解决的，有些东西是加班也解决不了的你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那所以呢，现在的海军司令叫唐华，他的要求说宁稳不求快，因为欲速则不达他说官兵生命的安全最重要你必须要严格把关要稳而不求快，不能够把官兵的生命拿来开玩笑那所以呢，本来说海军司令可能任期到了要动，现在暂不动，赶快把这个事情搞完再说好吧，那我们看看海鲲下水的情况。国造前舰原型舰海鲲号表定4月进行海上测试，如今距离5月剩不到48小时，能否如期实施？军方的答案是正在做这个整个这个的这个缺改跟调校的最后阶段，达成这个海测的条件才是我们主要的目标。必须克服几项条件，言下之意似乎还要更多时间。但前几天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这样说的：当然是希望他们在4月底前能够进行。4月开始海测是一个目标，那我觉得用跳票这个方式，我觉得因为这是一个前舰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战力，目前我们已经在尽最大努力。摊开海鲲号的表定节点，2023年10月开始进行泊港测试，到了今年4月就应该进入海测，后顺延到这个月底，接着9月结束海测，还要发射操雷确认战斗系统，11月交付海军。若海测再拖延，恐怕影响的是后续舰预算解冻时间。达成海上测试的测评之后，我们整个的预算才会到这个立法院实施院会的报告。但除前舰进度稍有耽误，如今传出国军想对美采购的 E-2D 预警机、MH-60R 反潜直升机都被美方以不符合不对称战力为由婉拒。来，张议员从基隆来，跟港比较有关系，来你怎么看？我觉得也是一样嘛，这就像是这个现在军方所表示的嘛，这些军舰上面住是要有官兵在上面，所以你不是说什么。贾博士说我们这个手机下个月一定得上市，不管你什么技术问题，就是给我 fix， 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看到这些军舰，它就是如果说 OK， 它原本设定就是这个时间必须要测试完成，必须要能够交办，但是确实现在测试，现在台船就是出现了这些状况，这个就是技术部门常见的东西嘛。那
能怎么办？我们当然是说好，政治承诺这种东西是我们选举人在讲的，但是对于技术性的，对于这些 engineer， 对这些工程师，尤其是这些军方的工程师，它是涉及到人命的。当然，我们当然是要以小心谨慎为我们的原则。所以你不管怎么样，这个时候你再怎么骂，如果说骂一骂，我们就把一个没有处理好它的安全的问题，没有把它的这些工程的这些里面的系数缺失处理好，我们就这样贸然的让它出去，那只会沦为更可怕的这个后果嘛。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不管怎么样，安全第一；不管怎么样，我们官兵的性命是大家最在意的事情。所以如果需要多一些时间，那我们大家就耐心的让他多一些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能够把这些潜舰真正的能够安全，真正的能够保家卫国嘛。来，作为。我觉得这几年民进党一直在增加国防预算甚至赖清德说要增加 GDP 的3%，是美国当然觉得说3%、5%最好啦但不管是潜舰国造，又或者是增加这个对美的军购我们都知道跟大陆的这个国防预算比起来都是小巫见大巫啦其实两岸关系就是看中美关系的脸色啦。那现在中美在关税战的时刻我更担心的是两岸的冲突未来可能不在天上，不在地上，不在海上，可能在关税战。为什么？美国在跟中美的关税战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要利用台湾当作前锋，当作马前卒？因为我前几天看到说，美国可能动用叫做2级关税这件事情，他会不会利用台湾去进行二级关税，告诉台湾说，你如果继续跟大陆进行贸易的话，我要科你台湾2级关税，又或者是要求台湾说，你要科大陆关税，来逼死台湾不要跟大陆进行贸易。那这对台湾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抉择。为什么？大陆是台湾其实是第1大的贸易伙伴，每一年台湾出口到大陆是900多亿的美金，960几亿的美金。如果美国利用台湾进行2级关税，来帮助美国来封锁大陆的贸易的时候，台湾会变成两难我们要为了要讨好美国，来跟我们的第1大的贸易伙伴来进行坚壁清野嘛。所以两岸的冲突未来可能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贸易上我们为了要讨好美国，然后来抛弃我们第1大的贸易伙伴吗？所以今天台湾还在那边说我要发展军事备战才能避战。我们今天连跟台美之间的关税都还没有处理好，那如果美国用2级关税这件事来逼台湾跟美国站在一起，赖清德今天说要脱中入北，请问一下，那如果同时面对两岸的关税跟台美的关税，我们要如何处理？好吧，谈到这个武器的因为美国叫我们多买，我们其实到现在为止有200亿美金的武器钱付了，东西还没到那我们最近又想去买呢，它的这个122D 的预警机，买6架其实一直想买预警机了还有 MH-60R 的反潜机那老美说这个不符合这个不对称战争，不卖你那就问军方说这个我们是依敌情暂不说明我们不可能告诉你，这个跟情报有关那另外呢，陈玉珍因为金门选最立委嘛，他就说因为他们现在的水好像是大陆那边过来的，如果将来呢大陆因为两岸敌对或是土炮把大陆切断以后，那金门人怎么喝水呢？是不是呢？我们政府应该多盖几个那个什么海水淡化厂等等。郭智慧就酸他说你今天才发觉大陆是敌对势力然后呢，而且这个军机一直在绕台嘛。郭智慧就问陈玉珍说：“那既然我们要把它打下来啊？”陈玉珍说：“我支持啊，他绕进来就把它打下来啊！你要打就打，我没有反对你打，这不无聊不了。”经济部长问这种话真的很无聊。我们看一下，如果往坏的方向发展，那我们的水是不是也应该要自己自足的能力要增加？如果所有金门的国人都这么认为的话，我们愿意
重新考量，把这个海水淡化的这个设施呢去设置。我们认为你的担心是正确的，你终于发现它应该是敌外境这个。这是总统的认知，所以这是总统的认知。因为我看到我们他军机每天这边绕了哈，军舰这边走啊，我们的政府一点能力都没有，我的担心在这里，因为他已经飞到我们的天空，我们政府都还没有办法把它打下来，这就是我的担心。所以你主张打下来，已经飞到了我们的过的那个中线，我们政府连中线都没有了，这就是我的担心。打下来。我支持啊！只要飞我们领空就应该打下来。那它在金门上面飞的，我们要不要先打下来？如果穿越领空就应该做，这就是保卫中华民国决策，我当然支持。来，我看要补充。刚刚我们在讲那个海鲲舰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时间？因为今天是4月29号。那媒体记者每天都是追，为什么？很简单啊，观众朋友，你记不记得之前我们看到那个海鲲舰它出了那个船坞有没有？它开始进行这个泊港测试是什么时间？来，观众朋友，我跟大家报告哈。是在去年的7月15号第一天进行这个泊港测试 HAT。那它进行之后呢，一路这样走到去年11月25号的时候说，好，已经完成85%了。所以就是海军的参谋长直接告诉大家，我们看来这个这是港泊测试应该可以完成明年4月进行海测。那所以现在4月军事记者就去问嘛，10月已经完成80%了嘛。对，去年4月那个是第一阶段的 HAT， 那现在 SAT 就是海上测试，那是更困难的。我懂啊，就是你要完成泊港在海嘛。对，所以泊港去年10月到了，已经完成了80%，但是到现在这个4月半年的。剩下15都还没完成。所以这15%卡在哪里？机密没有讲，但是顾立雄有讲说台船在改善，所以现在目前没有办法进行海测，这其一。其二，为什么讨论这个话题？因为现在立法院对于这个海鲲舰的那个预算没有删除，但是冻结的条件是海测完成，所以这个都有时间可以查的哈。去年7月第一次的 HAT 泊港测试，第二个。今年4月应该进行海测，剩下2天，今天最后2天了。然后呢，要在今年的9月30完成海测，然后11月要交件，就是这个流程。那9月30的那个海测完成之后，要到立法院报告接受，那预算可以动支，这10亿被动了。所以其实它是有个流程在的。可是当然这是个安全问题，以现在看起来海测的条件还没有达标，所以往后延。那今天看到国防部的说明是说，还是以9月30号完成海测的目标在前进，但中间要么你的进度就超前，要么可能有些项目会被压缩。不，基本上我同意海军这个司令的要稳嘛，不要求快了。你快有什么用呢？这是人命关天的，你不能让潜舰变成一个铁棺材沉在海里面。当然要万无一失才能够放行嘛。但是因此它成为军火商的箭靶，就军火就骂他，你那么严干什么？赶快放了以后我们哪领钱呐？不可以那么严呐！等等所以呢，你这军方只要严就会麻烦，就像以前那个尹清峰一样搞不好被打死丢在海里面，就是为了这东西。老沈做过海军，不是我听你这段话，我心里头感到非常的悲哀跟挫折。为什么？你说宁可求稳，不能求快，我们已经怕跟老共相比，我们已经慢太多了。你再求稳，要慢到什么程度？你再求快也差人家很远呐。你说人命最关天，那就不要打仗。你将来打了仗，我们的人命还什么关什么天啊？我同意了，但不要打仗。问题是你这是失败主义，不是投降主义。所以我们把海军这方面的资源呐、注意力啊、大家的讨论啊、辩论啊，都集中在一架海鲲上面。一个海鲲抵的对岸多少潜舰、多少航空母舰啊？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我觉得朝野。大家都没给先了，就不要硬要装这个门面，硬要装这个面子给大家看，没有用的，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个是给国民党一个很好的题材，国民党有的时候就还要迁就，所以你去听郭志辉跟陈玉珍的辩论，那是垃圾级的辩论，你知道吗？陈玉珍有他离岛选出来委员的立场，郭志辉有一个从商场进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立场，两个人一辩起来，只要稍微不小心就是制造无穷的笑话，不是这样吗？你讲的是对的，就算你8艘潜舰都做完了，又怎样呢？对人家不晓得又多起价。问题是，但是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美国也逼你啊，那民进党也逼你啊，大家都说老共打你，你怎么敢说你不做呢？你不做，立法院不过冻结10亿而已，一艘潜舰几百亿，冻结10亿就被骂成臭头了，骂成要投降了。按照你这样讲法，被人家骂死的。你今天如果当立委，你在立法院，你敢这样咨询行政院长吗？朝野一起携手面对，把真情实况讲给国人听。问题是他不要跟你携手面对，休息一下再回来。
昨天西班牙跟葡萄牙突然停电，而且大规模停电，因为西班牙、葡萄牙基本上这个就在旁边嘛，我们如果常到旅行社安排，常常葡西多少日游，我当时参加旅行团就是葡萄牙、西班牙，特别是冬天，因为冬天这个西班牙、葡萄牙没那么冷了哈，那这个旅费也比较便宜了哈，那突然这个不得了了，交通号志也坏了，机场飞机也不能飞了，这个铁路反正一塌糊涂，你仔细想想看，一塌糊涂。马德里的网球公开赛进行到一半，也被迫停止了，然后慢慢陆续恢复供电。到现在为止他们说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有各种讲法，有的说两个接头有问题啦，有的说绿电啦，因为突然绿电没有办法，这个像一般的电那样慢慢停，一下子就全部停掉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呢，西班牙跟葡萄牙都宣布进入紧急状况那葡萄牙呢，内阁在深夜就开会，赶快紧急开会到底怎样怎么办？然后等等那电网的营运商是说呢，电力供应突然大幅下滑，突然你没有电够供应，我怎么去输送电呢？这个意思法国也一部分也跟着受倒霉，也牵连到了所以呢，他们说呢，这个接连出现问题那到底怎么回事到现在为止呢，都是猜的了，也没有完全了解。说全面复电要1个礼拜才能够复电那上百班航班呢，这个被停飞了，而且还呼吁旅客就不要到机场去，你到机场飞机也不飞，而且造成交通的混乱那这个我们的国资会说，虽然西班牙、葡萄牙大停电，我们没有问题虽然我们的5月这个核3厂2号机要停了，我们就变成真正进入无核电的这个情况了。他说我们如果遇到大规模停电，我们是有备案的，放心好了，没加另外呢，下个月因为没有核电了，所以用电变得又贵又脏。其实现在核电已经占很少，只要3-4%了那机载电力是不足的所以呢，这个尤其夏天要到了，到底会怎么样那当然台电有台电的本事了比如说举例来讲，他要那个大的厂商工厂，你现在降载，甚至你停电，那我们给民生工业，因为民生用电少，供应量比较大嘛，让民生用。所以呢，台电为什么老神在在，就是说不行，我就要工业界不用就是了嘛，工厂用的才多嘛那没有核电以后呢，火力发电就占84%了。那剩下16%是不是都是绿电？不是，还有水力什么地热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那火力占84%，占的比例非常的高了那所以呢，国资会说呢，我们现在没关系将来用天然气虽然火力用多了不影响空气品质虽然没有核电不影响空气品质所以呢，这个他们现在说呢，这个不发1万块因为呢电价会引起物价波动呢，1万块也没什么用，意思是这样。我们看一下。街头红绿灯闹罢工，路上交通大打劫，塞车车潮绵延好几公里，完全看不到尽头。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周一全境大停电，地下铁路也中断，民众靠着紧急照明穿过漆黑车站，还有乘客席地而坐，打算在车站过夜。ATM 大排长龙，民众等着领钱。马德里这家超市则涌入人潮抢购物资，因为电力不知道何时会来。停电不止冲击民生，马德里公开赛打到一半，场馆一片漆黑。毕尔巴鄂的缆车也因为断电停驶，乘客沿着轨道撤离。当局出动至少3万警力，夜间指挥交通。而至于葡萄牙比较惨，想要全面恢复正常供电，需要整整1周的时间。西班牙跟葡萄牙这种大停电的这个部分这个应该都是人为破坏了那我们想，我们在这个部分呢，都有一些防备的措施。基辅大停电类似场面不会在台湾上演，因为政府都有准备。只核3厂2号机运转执照将在5月17号到期，全台最后一座运转中的核能发电机进入除役阶段后，宣告台湾正式迈入非核家园。但专家就认为，国人的用电将变贵、变脏，而且变得不安全。5月17号，核3厂2号机除役之后，所减少的备载容量率也大概是3%左右。2030年、32年之前，我们发电量是足够于来支撑国内所有产业。来，另外，我觉得这样因为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问题
看起来似乎是西班牙跟葡萄牙嘛。那事实上来讲，大家都知道，他们对于核能，他们也不太重视的，他们是重视力能。但是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如果现在台湾，郭志辉要来保证，我是劝大家也不太相信啊，因为他在立法院所讲的话到现在也没有兑现过，所以我们还是要未雨绸缪啦。所以我们还是要呼吁啊，民进党执政党啊，你们对于这些神主牌的缓和，不要高兴。5月17号认为已经终结的核能的这个部分，我还是劝你们要重新再考虑，因为我们台湾民众党，我们就提一个啊，核三厂延役的问题，大家来做公投。那据我们得到的民意调查是非常高的，也是认为核电是安全，更何况7国工业国都已经把它列为它是一个干净环保的核能发电，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他们第一个找出来的原因就是利电嘛，马上发电的降到最低，所以因而产生这些全国大停电，这是有2个国家大停电呢，所以这个不得不台湾借鉴这些如何未雨绸缪，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所以缓和的政策，真的我还是要呼吁民进党不要背着神主牌，把台湾未来还看成西班牙跟葡萄牙这2个国家的前车之鉴。那如果你还是坚持这些用火力发电，台中已经反对到这种地步了，你们还要继续这样吗？所以我是认为还是未雨绸缪，如何去面对，如何去因应，不要经济部长到底是什么时候要下台，也不要你卓荣泰讲，包括你赖总统，你们不要一意孤行、执迷不悟，一定对于缓和的这个部分还继续去做。台湾未来还是会前车之鉴。这个没有核电就没有基载的电源，再生能源绝对不是基载，基载就是24小时绝对在那里，后在那里稳定的供应。核电是，虽然大家只有3%，核三3%，不要忘了。这个大家都一直有个期待，因为赖清德的一个好朋友童子贤，差一点当行政院长，到现在为止他还在推核电啊，大家还是有个期待啊，要修法。郭志辉，我咨询他都说啊，法律要修法，修法我都给你安排好了，我们都给你安排好了。这个核管条例第6条修了，你要延役之前不要前面的5年把它拿掉，我自己修一个特别法。不仅仅让核三可以延役，核1、核2可以复活，路都给你铺好了。童子贤也告诉你要用这个，不然你可以省多少钱，省多少钱。这个要很简单嘛，1年台湾的这个用电量差不多3000亿度，1度，你现在核电1块钱，这些什么风电、光电4块钱、5块钱、6块钱，所以1度你省3块钱就好了。你省多少？省几千亿啊！这个账这么好算的一个东西，而且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郭部长他部长越当越像政客，他完全就变成意识形态了，他的专业都不要管了。原来大家期待他当经济部长，是说他可以要恢复用核电，最少我所得到的消息是赖清德有这样的期待，可是现在完全就跟民进党走了，就是不要核电啊，我们这个天然气啊，这个液态天然气啊，这里面的这个 CO2 啊，这个什么碳是比较少的问题，它还是有 PM2.5 啊，所以这个整个来讲，你火力发电84%这样的能源结构，我们是没有办法支持它。说这样情况之下，台电还要1000亿过去，除非他答应说1000亿给我开始用核电，这样可以讨论，否则的话，我现在听到的声音，在野2党都反对他这个1000亿，他这个1000亿是毫无道理。为什么这样子？我就讲具体数字。过去我们给他3000亿哦，一次1000亿，一次1500亿，一次500亿，加起来3000亿，他涨电价涨10次啊，
他没有说你给他钱不涨电价了，没有这样子啊，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今天卓荣泰还恐吓大家呢，哦，涨电价比我们1万发1万块压力更大，怎么会这种想法？不要忘了，现在物价都一直涨，老百姓的荷包就越来越扁 ，GDP 低了 ，CPI 高了，你扩大内需，让老百姓多1万块一个家庭，像我们黄帅哥，对不对？伟汉一家5口就多5万啊，我后用了个钱呢，对不对？你可以去消费啊。过去涨这个补助了3000亿，涨了4次电价了，哦。那好像有立委在立法院问过经济部长说，如果给你1000亿，和民进党立委问的，你能不能不涨价？他不敢回答。但赖清德前2天有说，这过1000亿我就不涨电价。他问人涨，那不涨多久？你能够忍多久？因为你现在等于是发电，等于是个无底洞嘛，对吧？你钱丢进去就不见了，扑隆就没有了，扑隆没有了，那是个无底洞。你的能源政策不检讨，对不对？如果你光去这个一直要钱来补助，要钱补助。那是这个无底洞，解决不了问题的。休息一下再回来。